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那刚刚就介绍了孙武丕啊，现在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位步兵统帅，另外一位维京统帅无骨者伊瓦尔。那其实这个无骨者伊瓦尔呢，是朗纳尔的孩子之一。那因为维京人呢，也就那几个比较出名一点嘛。那朗纳尔的孩子其实有5个，其中就有包含之前推出过的比约恩，还有包括这一次无骨者伊瓦尔是听说是他的次子啦，也有一些人说这个是长子来的。所以这个也不确定了。那这边他的天赋呢，就是步兵、工程、防御，比较少统帅是防御跟工程是放在一起了，多数都是在步兵上面。就比方说像之前推出过的塔里克、巴加尔，都是用工程加防御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技能。首先第一个技能是群体伤害，怒气需求1000点，对伞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1次重击伤害，伤害系数2500，每增加1支敌方部队就会递减15%，并在接下来3秒内每秒获得额外15点怒气这个怒气恢复还可以哦。当然它每秒获得的话，也就是说总数加起来就是45的怒气。但显然的，它这个技能没有任何的 buff 跟 debuff， 可能它这个不能放在主将的位置，毕竟它触发这个技能的时候怒气都已经满了嘛，所以它放在副将、主将的位置呢，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啦。在第2个回合的时候，下一个技能生命值提升10%，行军速度提升20%，攻击力提升30%。至于防御的部分呢，我看其他地方是没有提升防御了，所以大概率它应该就只有提升生命跟攻击力而已。这些基础提升我们就不谈。接下来第3个技能，进攻城市或据点时造成的重击伤害提升20%，步兵单位对骑兵单位的伤害提升10%，造成重击伤害时有50%的概率额外获得30点怒气。哇，又获得怒气，每秒最多触发1次，但他这个只有1次而已。可是他这边讲的那个重击伤害就是自己打出去的时候嘛，其实现在蛮多步兵重击伤害的统帅呢都是有额外的重击伤害啊，所以他这个触发的概率我觉得是蛮大的，毕竟有50%嘛，再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是会触发重击伤害，就算你不要讲到额外触发的重击伤害也好了，那他这个怒气恢复又比较快一点，刚好又拿到这个50%的怒气恢复的时候，他的那个技能只会释放的越来越快而已，而且它是每秒最多触发1次啊，就是讲如果你刚好你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又触发了被动技能的话，它只会计算1次而已，不会再触发另外1次去给你多30点的怒气这样子。那步兵针对骑兵这个伤害提升呢，这个一直以来都有的啦，而且现在大卫的驻防是真的有点夸张了，所以我觉得对于骑兵造成1点伤害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接下来发起集结进攻时受到连击伤害时降低10%，就是明显针对连击伤害统帅来的。受到基础攻击时会对攻击者造成1次重击伤害，伤害系数200，若受到该次伤害为连击伤害，则还会额外使自身在接下来3秒内造成所有伤害提升10%。你们先不要讲其他的驻防啦，就是他这边有讲到基础攻击嘛，一般来讲呢就是重击伤害统帅做驻防的时候都已经会触发到他这个造成1次重击伤害了。那如果刚好又是连击伤害的话，除了会触发上面那个受到基础攻击时会造成1次的额外重击伤害之外，下面还有让伊瓦者提升所有伤害的那个争议。连击伤害其实有包含基础攻击时或者是受到基础攻击时那些会触发的效果，所以是包含在里面的。但就算我们不要讲重击伤害啊，又或者是连击伤害也好啦，一般统帅打架的时候每个回合都会有基础攻击啦，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他这个伤害都是会一直存在的，只不过他有一个2秒的冷却时间呢，就看他这个2秒的冷却时间会不会刚好对方要触发到了那个连击伤害。如果刚好在这个被动技能触发的期间对方触发了连击伤害，就会有这个所有伤害提升10%。那他为什么要说这边每秒最多触发7次呢？就是防止有一些其他的玩家去打他，他就可以把这个伤害弹回去给对方，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保护机制来的。并且这边有说到该效果每秒最多被1支敌方部队触发1次，就是它防止比方说有一些统帅啊有连击伤害打出很多段啊，就比方说像亚瑟这样子，他可能可以再次触发，他一个连击伤害都已经打出了2次的伤害，而且有包含在这个基础攻击会触发的一些技能里
面，再加上他的基础攻击，所以基本上只要练级统帅打出了主动技能的时候，都会有算在3次的基础攻击嘛，你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就变成说他这边的伤害全部都要打在那个统帅上面，就变成600的伤害，所以他才会限制说一个部队只能被触发1次而已。但这样子听下来，诶，这样又好像不是很强哦，他这个技能，他对一个目标只能打出200，有什么厉害呢？但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受到基础攻击时，基础攻击是基本上每个回合都会触发的，而且他的冷却时间只有2秒，所以你们不要看到他的主动技能啊，为什么这么少，只有2500而已，你们要理解他2个回合200的伤害，2个回合200的伤害，就相当于他每2个回合就多出了一个基础攻击。而且你们要知道哦，他这个是重击伤害哦，他这个重击伤害会受到重击伤害的提升影响，还有普通攻击伤害提升，所有伤害提升，所以最后换算下来，他这边的伤害不只是200而已，他这个200的伤害比起我们一般的基础攻击还要来得更高。所以在这么多技能里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这个第4技能，至于最后一个技能觉醒技能，受到普通攻击伤害降低 10%， 这个也是针对重击统帅跟连级统帅的，自身兵力低于 50% 时受到普通攻击伤害额外降低 5%， 这个基本上也是固定会存在的争议了。所以基本上伊瓦尔的技能就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到很复杂。至于搭配方面的话，目前好像就只有小西皮是重击伤害的统帅但无辜者伊瓦尔他的技能呢，其实搭配重击伤害统帅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像他刚刚技能我有讲到嘛，造成重击伤害的时候有 50% 的概率获得30点的怒气。如果你们想要快速的获得怒气的话，最好就是找一些有重击伤害的统帅，可以额外造成重击伤害的统帅多次去触发他这个被动技能，让你的怒气拿到比较多，恢复的比较快。再加上小 CP 他自己本身的觉醒技能呢，都已经有一个怒气恢复速度提升 40% 了，而且是在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所以我相信当小 CP 跟伊瓦尔搭配在一起的话，效果应该是很不错的。只不过如果你是讲谁要做主将谁要做副将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偏向把小 CP 做主将，因为他这边有一个 debuff 啊，在接下来3秒内使目标部队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 20%， 然后才让无辜者伊瓦尔打出他这里的伤害2500。因为如果你把那个伊瓦尔做主将的话，他就最多在接下来3秒内获得15点的怒气而已，那效果就没有这么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边生命值提升的比较少嘛，只有 4% 而已，但是如果你们切换去小 CP 这边，他就直接提升了 30% 的生命值。然后这个小 CP 呢是没有攻击力提升跟防御力提升的，但是无辜者伊瓦尔刚好就有一个攻击力提升。那我在看了无辜者伊瓦尔的技能之后，我个人感受下来他的这个第4技能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尤其是针对于连击伤害的统帅，因为各位也知道现在那个大卫呢搭配阿提拉赫克托尔出来的表现是真的很离谱，我之前也是有分享过影片跟大家讲，就算你开了2个机阶都没有办法把他给打下来。而且我相信也是有不少玩家会讲到，为什么无辜者伊瓦尔他没有什么 debuff 之类的，因为你看就算他有 debuff 也好，他也是没有办法去加在大卫的身上，他这边会自己进化掉，所以无辜者伊瓦尔他才会把那些技能啊全部都设计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快一点丢出主动技能打出去伤害，又或者是额外造成重击伤害，针对连击伤害让自己的伤害提升，他只能这样子设计而已。所以有很大可能大卫呢他只能微风这一段时间而已啊，等着新的步兵集结统帅出来之后呢，他就不再微风了。不过当然的，现在我们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啦，那实际情况是怎样我就不清楚啦，会不会真的有克制到大卫的住房，让大卫不能再微风呢？这个还是要看后续的情况啦。至于各位在看了无辜者伊瓦尔的技能之后有什么感想呢？那当然的，如果有一些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